Hello， 大家好，咱们这一期不聊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了，我们来聊一下命理学的底层逻辑。那今天的议题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通过学习命理进行一个改变命运，让自己活得更好的这样一个操作。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怎么去知道一个懂命理的人他是不是特别厉害？那好多朋友就会反馈给我说，那老师就是我曾经遇到某某某大师，他非常的准头一次见面对于过去的事情他都知道我3岁发生了什么，10岁发生了什么，对于未来的事情，我1年后5年后的事情他都押中了，他每一步都说准了。那我们说这个人准，他就真的厉害吗？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你回答一棵苹果树在哪个季节开花，在哪个季节结果？那这个问题我们家小闺女都知道是吧？在中国的北方苹果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对于苹果来说，这事儿算不算预测特别准？过去的我开花，未来的我结果，准呀，厉害呀！那我闺女也是大师了。那其实这个我们会发现，准等于已知，等于这个物品或者这个事件、这个物体本体是有一定的规律。它有一定的规律，我就可以做到精准的预测，于是达到这个准。那我们所谓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道。那万事万物，天地间全部有规律。我们知道苹果怎么长，我们知道椰子怎么长，我们知道小鸟的生存规律。那至于我们这个人精准到我的身上，我的规律，它这个信息提取来自于哪？来自于我的生辰八字，我的出生年月日时、出生地以及我的性别。那其实这个认知自己个人本体的规律这件事情，就是在我日常的教学中，我就在教我的学生怎么去认识自己。还是拿大树举例，你总得知道你自己是苹果树还是椰子树吧，你才能知道自己在哪儿生长得更好，怎么样去提供这个阳光提供这个水分。那我们现在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有一个你认定的能算得非常准的人，他打一个信息差，因为他了解你八字的运行规律，然后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运行规律，当他非常准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给你下一个结论你的这个命运，你的每一步是好或者不好。那其实对于好和不好这个界定就非常非常的个人化，跟命理师本身自己的素质素养和自己的经历和他哪怕自己的命格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清朝的一个命理师我可能会跟你讲一个女人怎么算活得好呢？要相夫教子，要相濡以沫，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如果是现代我们现当代活的这个时代，我可能就会跟你讲，一个女性去独立去赚钱，有自己的思想，她就可以活得很好。那当我们只用单纯的好或者去不好这两个东西非黑即白去界定一个人命运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主观，它并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算说他所界定的好与不好和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时代都相同的话，那当一个命理师去跟你讲有你的某一个运势不好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大师，你这么厉害，你能不能帮我化解呀？我的人生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坎儿给过去你能不能看到我破财的让我别破财大家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他算的准和他能不能帮你化解，这可是2件事儿。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格，那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人是谁其实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就要走到，我们先得通过学习，包括我现在教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你先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回到苹果树还是椰子树的这个事情上，通过提取你的生辰信息，你的出生年月日时、出生地以及你的性别是男生还是女生，来确定你这个果树的品种。然后确定好你的品种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如何给你施肥，给你灌溉，你是种在南方还是种在北方。如果你是一棵椰子树，你只能种在热带，你出生的地方包括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比如是非常寒冷的这种比如说中国的东北那其实你这个椰子树，你的定位就方向就错了。那你想做到改变命运，想做到活得更好，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你确定好你的品种之后，你才发现怎么样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什么时候会发财，什么时候会结果，什么时候我恋爱更顺遂，什么时候我去生孩子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这个通过学习，我们就先做到了第一步，我们先把命运交到自己的手里。好，那我们第2步呢，就是除了我了解我自己自身的这个叫小环境，这个叫小规律。那除此之外，我还要知道大环境跟大规律，那就是我们每一年天地万物的运行状态。就像我们说，农民伯伯面朝黄土背朝天，他是靠天吃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你找到合适的风口的行业，还是你找到发财的契机，其实是和大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大环境是什么呢？古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制定天文历法，就是去研究真正宇宙运行的规律，真正时间运行的规律。那古人制定了时间的规则，宇宙运行的规律，根据天文历法，根据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则，那出现了太阳历。太阳历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公元历，公元历就是2023年2024年。那也会出现太阴历，就是穆斯林这个团体他们这个宗教去信奉的叫月亮历就是太阴历。
那我们中国传统的农耕制度啊，因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那我们使用的历法叫农历，就是根据24节气来的。所以很多人啊，在提供信息的时候说，老师，我给你我的那个农历生日，你根本不知道他给的到底是阴历还是农历，因为好多人根本分不清楚，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儿。那所有天体运行的规律，包括今年我们的年是癸卯年，它以天干和地支相配，然后每一个天干和地支分别有自己的五行，通过五行的运作来告诉你今年的规律，明年怎样，甚至大家可以推算10年后怎样，20年后怎样。那这个就是天地宇宙万物的一种高度秩序。那我们人是很难去与自然抗争的，我们讲的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那当地震来了，海啸来了，其实我们人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我们就和大树和小动物和小猫小狗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沧海一粟。那大环境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我只要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我就需要知道它怎么运作，以及我怎么运作。当我们完美的去契合了，好，我们就会出现每一个时代造就的英雄。我们上一个时代造就那些互联网英雄、房地产大佬、金融大佬，都是因为他们的命格很契合那一个时代所推崇的风口。那当我们去通过学习去了解了自己的运作规则以及大环境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大环境我们是不可以改变的，时间我们是回不去的，时间的规律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那我们要做到的什么？要做到第二步，就是要怎么去玩好它。大环境跟小环境其实会有完美契合的时机，被我称为时间钥匙。只要你找到了这枚时间钥匙，你将会开启人生的宝藏。这个宝藏可不单单只是钱，还有你生活中收获的名誉，你幸福的家庭，你很好的人际关系，你的身体健康，以及你父母家人的平安幸福。所以大家看啊，在我这儿跟我学习的学生们啊，大家心态都非常平和，因为你发现就像农民伯伯种地一样，有的早开花，有的晚开花，有的早结果，有的晚结果，它其实每一个物种都有它本身自身的规律。那作为我们人这个课题，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早发财，但是他晚年很惨啊，比如吴某凡是吧？进监狱了。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一直都不得势，到50、60岁了，突然痛一下起飞了。当你了解好你自己的规律，同时你又深知大环境的这个契合度的时候，其实你什么时候要起飞，你其实是深深的知道的。那我们需要是怎么样，在非常好的运势的时候，我们努力拼搏猛干。那当我们运势不好的时候，就做到一件事，我老跟他们说，就是叫猫着啊，你去积攒自己的能量，进行学习，进行储备知识，不断的去读书，不断的去积累这个自己在未来的这个行业的经验。等到当这个契机来的时候，你可以一飞冲天，并且可以一直好下去。其实说回来，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因为人有不同的品种，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各不相同。有些人就是为家庭而生的，他可以以相夫教子为快乐；有些人就是以功成名就而来的，他就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建立一个新格局、新秩序。那家庭、婚姻、儿女情长对于他来说反倒是一种牵绊。那当然了，有一些人也是愿意去投身于宗教，他可能真的能做到4大皆空，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品种不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我们这个世界才非常的多元化。那能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啊，我真的非常感动了，因为重点中的重点干货来了，就是我们如何做到改命。那改命这件事情呢，我们能精准的做到时代我相互链接，找到那把时间钥匙。那好多朋友会说，那老师你知道这么多的信息量，然后呢你也去教给学生这么多的东西，那当我遇到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真的就让这个不好的事情消失吗？我跟大家说，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而且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当你生活中遇到一些让你非常难过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你是一定会碰到的，因为你的这个事件是这个时间长河里必然发生的东西，你盘里有你自己的规则，没有人会一直往上走，到顶峰一定会落下去。所以当你到了顶峰之后，落下去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我这个本体，我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也不是神仙，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凭空消失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第一，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命盘哪个运势不好的时候，我们小事提前3个月做准备，大事提前3年做准备。你至少在心态上、物资上、物料上、储备资源上，你可以做到一个提前的规避风险。那我们预测到可能你的生意要发生不好，那至少提前我积累一些更好的人脉，提前我储备一些更多的资金，当这个不好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从容的应对？那其实趋吉避凶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时间，就是我们的天干和地支，我们知道每一年的干支，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方位，就是我们所谓的卦象，因为每个人有一个在本地和去到外地发展的一个不同的走向。如果当我今年在本地发展非常不好，
的时候，我可以尝试的去走出去，通过方位的改变而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如果出现，比如说我看到某些姑娘说啊，老师我今天特别想谈恋爱，然后我觉得今年你可能恋爱的运势不好，你今天的环境就是碰到的人可能都会相对比较渣，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提前规避风险，咱们可不可以今年碰到人的时候擦亮眼睛，我们可以恋爱这个事情明年再去谈。所以说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方式是我先要知道怎么回事，当我知道怎么回事之后，我要了解我怎么去玩它，怎么去操作它，最后我要做到什么？最后我要做到哪怕这个事情真的无法改变的时候，我至少可以调整面对他的心态。比如说一段非常不好的恋情，如果我只是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它并不能成为滋养我的营养。如果当我看待这段关系，我能得到和学习一些经验呀，我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更加的平和，更加的让自己的状态恢复过来，投入到可能我们努力去挣钱努力去搞事业呀。其实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可以通过你自己而改变的。如果你寄希望于一些超能力，包括所谓的我在从业经验中经常有一些奇怪的人说老师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分手的前男友加回我的微信，我说这我确实不行，你这个是许愿，你是把我当神仙了，我只是一个教大家技术操作方法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在我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大家去学习命理这门技术方法，其实真正的意义在于你去学习命理才可以做到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依靠捷径。所有的捷径，所有认为我付出1可以获得100万的这种捷径，其实都是非常不科学的。别忘了所有的大师的自己的盘里也会有咱们的羊驼、火灵、空劫忌。如果他没有这些凶星和恶曜出现的话，他将不再是一个人了，他可能就是神仙了，你在这个维度就不会碰到他了。所以说呢，大家要平和的去看待命理学这件事情，只要你是人，你这一世必然会有你的烦恼，你不是神仙，你也不要去希望任何人成为你的神仙。我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我跟我的学生们都说，大家都一样，谁的凶星遇到的时候都难受，我们每个人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只有自己。那我认为只有通过学习，你才能更好的去掌握这门技术，你自己的命你自己去把控，不要交到任何人的手里，交到任何人的手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是时间也会比较长，讲的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如果对于关于命理方面有什么不懂的也欢迎积极留言给我。大家如果喜欢科普这个系列呢，后面我可以再多录一些讲一些大家认为好像很玄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只是这个社会有一些人故意把它搞得好像晦涩难懂一样。其实在我日常的教学当中，我就特别喜欢用非常白菜的话去告诉大家这些命理学晦涩难懂的东西，其实它真的不难，只要你的认知，只要你真的去好好的定下心去学习这门技术，它会将是你生命当中非常有用的一个生存的技巧。好吧，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喜欢，咱们拜拜。